点亮了整个马赛部落。今年3月，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创业的90后小伙非洲小五，自费购入了一批共25盏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灯，不远万里从国内邮寄到当地，架在了非洲东部偏远地区马赛部落的茅屋顶上，只为了让常年不通水电的部落夜晚亮起一束光。非洲小五本名张毅，是山东济南人，大学毕业后便来到非洲工作，随后辞职开始创业，见货拍摄短视频，如今已是在这平台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知名博主。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后，小五聘用了2名来自当地游牧民族的马赛人作为保镖，并记录和他们的非洲生活。在小五的镜头里，身着传统马赛服饰的保镖会因接触中国产品而惊奇，也会因为画面家人而流泪。马赛人的真诚和朴实激发了广大网友的兴趣，也让更多国内的观众产生了对非洲的好奇。同样跟着我的人赚到钱，会看他们的眼界，让他们对社会有重新的认识。这是我过去这么多年来最有成就感的事情。为了改善2位保镖老家的生活条件，小五不仅平常为当地捐献了一批中国制造的照明灯，还计划资助10名马赛部落儿童，帮助他们到大城市里上学，学习更多文化知识。他告诉南都 CNN 视频记者，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孩子们也不可能一直过着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，肯定是要接受新鲜事物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在小五的镜头下，灯光在马赛部落的夜晚亮起，拍摄和马赛人的视频走红。2018年，大学刚毕业的小五被幸运来到非洲赞比亚工作。起初，小五对非洲的印象和大多从未去过当地的人很相似，以为当地疾病丛生，会比较危险。在真正去到当地以后，很多顾虑都被消除了。1年后，因看中非洲的工作机遇，小五决定辞去工作，开始在非洲创业，并最终选择在坦桑尼亚定居。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，东临印度洋，大名鼎鼎的达累斯萨拉姆港是坦桑尼亚的门户港，是东非诸多国家的出海口和经济通道。有天敌后的地理优势，较为稳定的政治局势，让小五体验到坦桑尼亚良好的经商环境。于是，在他的第1年度开展国际贸易工作的同时，开始拍摄短视频，记录自己在非洲的生活。最开始其实就是想让家里人知道我在非洲是安全的。小五向南都记者解释了拍摄视频的初衷：我是家里的独生子，人在海外，要是一天见不着人或者不回信息，父母肯定会担心。要是看见我更新的视频，看到我在非洲的生活，家里人就会放心一点。在小五的视频里，马吉亚斯和木头头是2位出镜率极高的马赛人。马赛人是生活在东非地区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，主要分布在肯尼亚南部及坦桑尼亚北部。马吉亚斯和木头头是小五在当地聘请的2位保镖。小五告诉南都记者，在坦桑尼亚，聘用马赛人作为保镖或安保是较为普遍的现象。马赛人忠诚、朴实、体型彪悍，不会耍小心机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找马赛人比较放心。小五问中和马吉亚斯，左木头头右。小五向南都记者介绍，马赛人一般有3种经济来源：一是盗墓，二是开农场种菜，三就是像马吉亚斯和木头头一样去打工。小五说，在认识他以前，马吉亚斯和木头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部落，所以首先就成了大问题。他们2个只会说马赛语和斯瓦希里，我当时只会说一点斯瓦希里，说英语和中文他们又听不懂，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种语言，是斯瓦希里语、英语和中文的结合体。只有我们3个能听得懂，要是单说一种语言，我们3个都听不明白马吉亚斯和木头头的故事。当马赛这个位于非洲东部草原丛林的游牧民族带到观众的面前，吸引了不少目光。在小五的镜头下，身着传统马赛服饰的马吉亚和木头头会因为接触到中国产品而震惊，也会因为画面惊人而落泪，真实而不做作，让小五的视频迅速在网络走红，也让观众对非洲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。给马赛部落的夜晚带来第一束光，和2位保镖建立的深厚情谊，也让小五与2人所属的部落产生了联系。小五告诉南都记者，他曾
4个小时的路程都是土路，每去一次他们的部落，我的车子回来就得大修一次。马赛部落的生存状况也让小五非常揪心。马提亚斯和木头头的老家在灌木丛深处，全族在当地已经生活了100多年。马赛部落的房屋主要由草木灰、树枝、牛粪、泥土堆成，内部构造十分简陋。这里至今不通水电，甚至在今年才刚通上2颗网络。在和族人聊天的过程中，小五发现当地的照明和水源是2大问题。那个地方打井的话，其实也不太好打，加上路也不好走，大型的设备不好送进去。水源确实是个大问题，但草原上的马赛人有很多，我能力有限，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事情。由于没有照明，到夜晚，马赛人基本没有室外活动，日夜在井屋子里锁门待着，借着微弱的月光生活。2个家庭之间相隔约100米，就会经过一片灌木丛，貌似周围野草遍布，到处有毒蛇出没。马提亚斯的哥哥就曾经在半夜发现家里进了一条黑曼巴蛇，大半夜吓一跳。所以夜幕降临以后，非洲的草原还是非常危险的。但如果有一盏灯照着，野兽看到也就不敢靠近了。3月，小五带着采购的太阳能灯来到马赛部落。今年春节期间，小五短暂回国休整，也立即把购置灯具的事情提上了日程。考虑到马赛部落光照充足，紫外线偏强，太阳能灯蓄电过程较快，小五便在国内购置了一批太阳能灯，打算带回坦桑尼亚。结果因为灯具有蓄电池，也不能直接带上飞机，很多快递公司也不接我这单，无奈小五只好重新购买了一批灯，请厂家以国际快递的形式邮寄到坦桑尼亚。今年3月，带着25盏太阳能灯，重达32公斤的包裹，在途经几座城市后，终于抵达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。在此过程中，当地的中国快递公司提供了不少便利，不仅帮忙协调物流，还在得知小五是无偿捐赠这批灯给马赛部落时，当场给快递费打了6折。前往部落前，小五还不忘先在家里与马提亚斯和木头头学习安装技巧。因为担心灯会破坏当地生态，小五特意提前和部落了解了情况，安置这种灯会不会对当地的动物造成影响，确认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以后，我才去给他们安上了树立后，小五开着车，带着这批太阳能灯来到马提亚斯和木头头的老家。在悬挂着中非有亿万岁的横幅前，马提亚斯和木头头准备向村里人展示灯具的安装步骤，也逐一进行分发。考虑到实际情况，小五也特意挑选了一批使用方法比较简单的太阳能灯，只需把蓄电板放置在屋顶上，白天就能进行充电，到了夜晚灯就会自动亮起来。因为担心非洲大太阳暴晒损害产品使用周期，小五还贴心地告诉当地人，要把裸露在屋顶的电线用泥土掩埋起来，不然1个月就晒坏了。村民展示他们领到的太阳能灯，当日入夜，充电完毕的太阳能灯自动亮起了白光，1盏、2盏、3盏。这个马赛部落里，架在土屋外的灯照亮了彼此通往家门的路。当地人过上了第一个有灯光的夜晚，小孩们在屋外肆意奔跑玩耍，村民坐在灯下聊客闲谈。闲适的入夜生活，或许是马赛人此前从来不敢想象的场景。在小五看来，更重要的是，1盏灯就能提升他们的生活安全指数，猎狗不敢过来了。出门也能看见有没有蛇，他们也需要灯。能看到他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开心和激动，也觉得非常自豪，希望帮助马赛儿童改变命运。除了给马赛人送上太阳能灯，
木头头再掰玉米，他还留意到马赛人的饮食习惯比较单一，很多蔬菜也不认识，像马提亚斯和木头头，每天都是用玉米粉做的五咖喱手抓饭，配着煮豆子吃。于是，在院子里种下的蔬菜也无偿分给了当地人，甚至还教他们做法。小五对马提亚斯和木头头的帮助，让他们老家里的不少人都认识了他。在马赛部落，以放牧为生的马赛人是牛羊为宝，但每次去做客，村里人总是主动拿出牛羊招待，人心都是相互的。网络上可能有很多对非洲人的偏见，但我所认识的大部分非洲人都是善良的，只要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是能感受到的。小五告诉南都记者，接下来他也想尝试带着马提亚斯和木头头做生意。他们跟着我见识多了，眼界也变宽了。其实，在非洲，很多商品都是中国发过去的，我也想有时间带他们到中国看一看，教他们做一些小生意。不仅如此，小五还对马提亚斯和木头头的家人十分照顾。他了解到，马提亚斯的小孩在当地上学，一所学校有100-200名学生，教室却只有1人，教授的内容甚至有钻木取火，这让他十分震撼，也让他萌生把马提亚斯的小孩带出来，供他读书接受新的文化知识教育的想法，或许有希望能改变命运。马提亚斯用自己挣来的工资，购买了100套本子和铅笔，送给家里小镇上读书的孩子。小五告诉南都记者，接下来他计划资助10名马赛部落儿童，帮助他们到大城市上学，学习更多文化知识。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待在部落里，过着每天放牛羊一成不变的生活。他们肯定是要接受新鲜事物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小五的想法也得到了当地中国商会的支持，在我们力所能有限的情况下，他们也愿意号召咱们中国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对我来说，只要有人支持这个事情，肯定能做成在非洲打拼除非易事。小五在视频中显有积极创业的不利面，却把镜头更多聚焦于当地人身上。在小五视频的评论区里，常常能看到观众对他积极的评价。小五说，这是网友持续不断的赞扬和鼓励，让他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，也更有动力持续为非洲做一些细微贡献，能让跟着我的人赚到钱，拓宽他们的眼界，让他们对社会有重新的认识。这是我过去这么多年来最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小五告诉南都记者，就在今年，马提亚斯也用自己挣来的工资，购买了100套本子和铅笔，送给家里小镇上读书的孩子。看到他们有能力做这些事情，我也非常开心和欣慰，证明我也有价值。